彩铃为了能够找到萧炎，竟冒险潜入神虚宫偷取镇宫神器。书接上回，1个月后我会把黄天破的首级带到这里来。萧炎的话音落下，只见高空之上千丈火龙身躯一震，强大的天地灵力震动开来。随着一声嘶吼，那火龙迅速缩小，转瞬间变成了一条仅1丈大小的迷你火龙。呵呵，从今以后这6玄天火就是你的了。刘北道闻言笑着对萧炎说道：“多谢成全。”萧炎向前者拱了拱手，旋即问道：“战场离这里有多远？”“大约数10万里。以你的速度，不用1天就能到。那现在便出发吧，麻烦前辈带路。”当听到萧炎想直接前往西道大陆的战场，刘北道笑了笑：“走吧。”随即身形一动，向着远处天边掠去。萧炎兄保重。此时一旁的刘天荒拍了拍萧炎肩膀，萧炎点了点头，脚下一跃，化为一道流光，紧随刘北道而去。这里是一片荒古世界，灰暗天空下覆盖着浓厚的乌云。突然穿破天际的破空声在天地间响起，紧接着10几道身影穿梭而过。真是可恶，那女人究竟藏在了哪里？一名男子眼神扫过四周，怒骂道。然而他的话音刚落，突然大地震动，一道绚烂的9彩光芒从千里之外扫来。这一幕自然也是立刻吸引了这群人的注意。藏不住了吧？领头中年男子脸上露出一丝狰狞的笑意，随后他身形一动，直奔远处的9彩光芒而去。在一座万丈深渊中，9彩光芒不断的从中涌出。突然一声巨大的沉闷轰鸣声从深渊底部传来，只见一道9彩光柱冲天而起，使得这个深渊直接坍塌，化为了一个数千丈宽的巨大坑洞。在无数巨大碎石的间隙中，一位散发着女王气质的女子从那深坑中飞身而出，轻巧地落在了远处一座山峰之巅。她目光投向远方，那里正有数道光芒以惊人之速接近。真是烦人啊！这位冷艳的女子轻声抱怨道。随着她的话音落下，一名首当其冲的黑衣身影瞬间出现在了她面前，冷声道：“将无影镜交出来吧，我并不喜欢对女性动手，尤其是你这样的美人。”闻言，冷艳女子并未理会他。见状，男子怒喝道：“你不过刚突破到2品至尊，竟敢这般小看我！看来你是真不懂2品与9品的巨大差距。”话音落下，只见他迈步向前，一股可怕的灵力化为了庞大的潮汐，对着女子碾压而去。就在此时，地面突然剧烈震动起来，一道巨大的裂缝瞬间将地面撕裂为2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那些黑衣人震惊，当他们目光投向那条恐怖的裂缝时，皆是瞳孔紧缩起来。只见裂缝中一道巨大的身影涌动，随后直冲云霄。那是一条近10万丈的暗金色巨蟒，其庞大身躯轻易便将灵力潮汐撕裂。而在漫天的灵力碎片雨中，巨蟒身上闪耀着耀眼的暗金光芒。随着光芒散去，一位穿着暗金长衫的青年显现于天地之间，他注视着前方的黑衣人群，冷笑道：“9品至尊又如何？地至尊。”感受到那股远超自己令整个天地都沉重至极的气息，那领头的黑衣男子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位青年竟是一位真正的地至尊！快逃！黑衣男子当下便意识到自己绝非对手，所以第一反应就是逃。伴随着他们消失无踪，之前的冷艳女子突然出现在青年身旁，她望着渐行渐远的身影问道：“为什么不拦住杀掉他们？杀了他们又有何意义呢？”青年闻言淡淡一笑回应道，随后看着女子问道：“我说你这几天干嘛去了？”原来是冒险潜入了神虚宫，就为了这东西。无影镜是神虚宫8大镇宫神器之一，能窥探3000万里内的一切动静。我想你是为了找到那个萧炎吧？你怎么知道萧炎的？听得此话，女子顿时一惊，呵呵，1个月前救你之时，你虽昏迷，但口中不停念叨着萧炎和炎帝。青年解释道：“我猜炎帝就是那个萧炎的称号，对吗？”女子点了点头，却并没有多说什么。见状，青年继续追问道：“那你打算利用无影镜找到他，然后去见他吗？”“我觉得他也在寻找我们。”女子回答道。“我们？什么意思？他还有其他女人？他有这个能耐，你不服？”女子斜瞥了一眼青年道：“好吧，好吧，那是你们的事情。”青年看了一眼女子的面容，再度笑道：“我叫通鹤元云，只是个游历大千世界的人。你呢？”女子听后轻轻撇了撇嘴，旋即转身向远方走去。与此同时，一道淡淡之声响起：“彩铃。”她起的名字。在一片无尽的荒芜地狱，2道光影正以惊人的速度划过天际。我们已经进入西道大陆的西北部了，前方30万里内的区域全是战场。刘北道观察着前方的荒地说道。闻言，萧炎问道：“这片地方全被血神族占据了吗？”“不全是，10年前我退役后，洛神族就派遣了新的强者来守护这里。虽然没能完全驱逐血神族，但也是成功阻止了他们的进一步侵犯。”刘北道解释：“我之前几次访问过洛神族在西道大陆的大营，并与他们有所往来，我会带你前往那里的。”萧炎听后点了点头，他自知不可能独自闯入血神族的营地，有个落脚点总归是好的。大约10分钟左右后，一座绵延的赤色山脉出现在了他2人的视野中。见到这一幕，刘北道脸上顿时露出了喜悦之色。红玉山脉，洛神大营就在那里。刘北道指着前方的赤色山脉，对着萧炎说道。听得此话，萧炎的目光也落在那座山脉上，他能感受到山中弥漫的浓烈火元素气息，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完美的修炼圣地。然而正当萧炎2人靠近山脉千里范围之时，一道沉重的轰鸣声突然在天地间爆发，紧接着一声怒喝传遍了四周：“何人来此？为何要硬闯我洛神大营？”
听得这道响彻天地的浩然之声，萧炎和刘北道立刻停了下来。他们向着前方那座赤红色的山脉望去，在那里，一道红色的光影正以惊人的速度划破天空，直冲他们而来。那是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其气息波动已达到五品至尊的境界。呵呵，古洛山，好久不见。刘北道望着前方的男子笑道：“原来是北道前辈，今天怎么有空来到这红玉了？”后者一见到前方两人的身影，立刻松了口气，因为他们中的一个是他较为熟悉的刘北道。然而被称为古洛山的男子，很快就注意到了刘北道身边的萧炎，疑声问道：“这位是？去告诉洛九天，我给他带来了一个了不起的任务。”听得此话，古洛山目光再度在萧炎身上扫过，当感受到萧炎气息后，他的眼神也随之凝重。6品至尊，古洛山思索片刻，意识到这实力完全可以在洛神大营担任副统领职位，而他本人正是副统领，难道这正是刘北道所言的了不起之人？这位萧炎小友可没你想的这么简单。刘北道再次笑道：“跟我来吧，大统领正在营中等候。”古洛山向萧炎和刘北道招了招手，随即身形一动，化作一道红光向远处的红玉山脉冲去。在一片赤红之色的山脉中，天地间弥漫着浓郁的天地火气。只见一道巨大的红色光照倒扣下来，将一座建在山脉中的巨城保护其中。一些身穿铠甲的身影在天际上快速巡逻着，将这座城市防守的连苍蝇都进不去。在古洛山的引领下，三人顺畅地穿过了红色光照。随即古洛山转身向一座山峰飞去，刘北道和萧炎紧随其后。萧炎目光扫过前方的山峰，只见得那山顶上有着一位负手而立的苍老身影，其气息已达7品至尊层次。萧炎立刻明白，这位老者很可能就是洛神大营的大统领洛九天。刘北道，你都快1年没来大营了，我还以为你忘了我呢。一行人降落在山峰之上，洛九天看着刘北道笑道。闻言，刘北道笑着说：“老家伙，这些年与血神族对抗也是辛苦你了。”听得此话，洛九天回应道：“洛神族是我们的领地，我们不守护，难道指望别人吗？”闻言，刘北道指着缓步而来的萧炎道：“我今天来正是为此。来，让我介绍一位朋友，6品至尊。”当洛九天目光转向萧炎时，他的心头顿时一震。这位看似不过30岁的青年，竟已是6品至尊。然而他察觉到萧炎身上那不寻常的灵力后，更是惊讶，竟是从下位面突破而来的。晚辈萧炎拜见前辈。萧炎上前一步拱了拱手：“前辈什么前辈？实力为尊，你我平等。”见状，洛九天道，旋即目光转向刘北道说：“你说来是因血神族侵犯之事，难道这位便是所谓的外人？”是的，我相信萧炎小友会对洛神大营有极大帮助。刘北道回应道：“哈哈，想让萧炎加入大营，这太好了。”闻言，洛九天上前拍着萧炎肩膀大笑起来。然而就在此时，萧炎却是嘴角一动，一道令得洛九天神情微微一愣的话音传入了周围几人的耳内。洛九天前辈似乎搞错了，萧炎今天并非是为了加入洛神大营而来。什么？怎么事儿？洛九天略显不悦地问道。即便是一旁的刘北道也是露出了疑惑之色。刘北道前辈无需忧虑，既然我已承诺，那么自会履行。萧炎解释道。洛九天前辈，我并非想拒绝邀请，只是我还需寻找我的妻子，完成与刘北道前辈的约定后，并不打算长留大营的。什么约定？洛九天好奇地问。一旁刘北道笑道：“萧炎为了获得我传承的6玄天火，答应帮我取下血神大营黄云破的首级，用你这6品至尊的实力去取黄云破的首级。”洛九天惊讶地看向萧炎道：“那黄云破恐怕已经接触到8品至尊的层次了。这样吧，洛九天前辈，萧炎与你做个赌约如何？”什么赌约？说来听听。洛九天听得此话也是有些好奇。一旁刘北道和古洛山也是兴致勃勃地看向萧炎，然而萧炎的回答却如同一枚炸弹一般在所有人心头炸开。如果我不借助任何天地之力，单凭自身力量接下了前辈的全力一击，那么我想我就要跟前辈开始谈论决战血神大营的事了。你再给我说一遍。洛九天像是没有听清楚似的惊愕的道。萧炎再次说道：“我愿意承受前辈全力一击作为赌约。”随着萧炎话音落下，一股恐怖的气息伴随着巨大的冰缝冲天而起，直接从洛九天的体内爆发出来。天空中，一只巨大的冰缝在数千丈的高空翱翔，带来的冰雪之气让原本略显炎热的山脉温度骤降。洛九天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你确定要接下老夫的全力一击？”面对洛九天体内爆发出的恐怖气息，萧炎的表情微微一凝。在这大千世界，这洛九天恐怕是他除了洛天神以外所见过的最强者了，就连刘北道都要弱上一筹。但此刻的萧炎已无退路，他迈出一步，体内的火焰灵力翻滚而出，脸上也是浮现出了疯狂之色。随着滔天之炎的爆发，萧炎的身体在这一刻竟飞速膨胀起来，周围内因洛九天而降低的温度再次上升。在赤红的天空下，一道数千丈巨大的火焰身躯显现，正是萧炎的炎帝之身。旋即他的声音紧随洛九天的话音：“确定。”此刻一道道破空声不断响起，中心的巨大动静引起了整片山脉的骚动，连巡逻的卫队也纷纷将目光投了过来。眼前一道数千丈的火焰身躯显现在了众人视野中，那股灼烧空间的炽热气息让得许多人面色抽搐。那是至尊法身吗？以自身化为法身，我怎么从未听闻过这样的至尊法身？远处虚空中，一些与巡逻队不同的人物凌空而立，他们身上的气息皆已达到至尊层次，显然在这洛神大营中也是地位不凡。但面对前方那庞大火焰身躯，都不禁惊诧的道：“
至尊法身在大千世界中通常是至尊强者依靠灵力凝练而成，而非直接由肉身转化，但前方身躯的波动却是与至尊法身无异，以肉身化法身，这是前所未闻的至尊法身。在那庞大的火焰身躯之前，有着一道冰皇身影冲天而起，一火一冰，两大身影的交战似乎即将爆发。刘北道与古洛山从山峰上飞掠而出，停在远处虚空注视着山峰上的两人。此刻刘北道的心中满是担忧，他对洛九天的实力是十分了解的，即便萧炎有着能对抗七品至尊的实力，但想挡下洛九天的全力一击依旧是不太可能。我承认你们这些来自下位面的年轻人很有魄力，但这是在大千世界，以你现在的实力想要承受我的全力一击，简直是痴人说梦。你现在后悔可还来得及。洛九天神情凝重地看着萧炎道。闻言，萧炎淡笑着回应：洛九天前辈尽管全力攻击便是，若真挡不住，那是我技不如人。好好好。听得此话，洛九天也是赞许的点了点头。只见他平和的脸庞上突然涌出疯狂之色，喝声也是顿时响彻天地。接下来给老夫挡好了！随着喝声落下，那天际的巨大冰缝猛地振翅，整片原本炽热的山脉在那一瞬间直接化为了冰天雪地。你刚从下位面来，可能不了解，在大千世界中有着诸多天地榜，火焰有亿万炎焰榜，灵兽有天地万兽录，雷霆有大千天雷书，而同样的，冰雪之力也有着一道极寒天榜。洛九天的声音再次响起，老夫所驾驭的正是极寒天榜中排名第89的天皇冰。闻言，萧炎微微一愣，他未曾想到竟连冰雪之力也有排行榜。此刻萧炎脑海中忽然回想起在斗气大陆时太虚古龙族虚空雷界的九玄惊雷，好奇这九玄惊雷在这大千天雷书中是何等排名。天皇风雨。正当萧炎对诸多排行榜感到惊愕之时，那洛九天已是低喝一声，瞬间四周的冰雪灵力突然疯狂暴动起来，纷纷涌向其身后的冰雪凤凰，紧接着化为了一道千丈庞大的白色羽翼。异火广场。另一道低喝声也是同时响起，只见那在冰皇前的庞大火焰身躯迈过而出，天空中顿时出现了一片巨大的广场，广场上22道千丈大的石柱上各悬挂着一道散发恐怖炽热之气的火焰，这便是萧炎的最强招式之一。面对洛九天的全力一击，他也是丝毫不敢懈怠。异火广场一显现，滔天火焰之力瞬间占据了半边天空，随后22道火焰在广场上飞速凝聚，化为了一柄数千丈大的异火横骨尺。天际之上，千丈大的冰雪之雨对着下方炎帝之身飘落而下，而萧炎也是怒吼一声，狠狠握住异火横骨尺，直接砸了过去。赤红火尺与冰雪白羽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轰然相撞，所有目光皆是汇聚于交碰中心。只见周围万丈的空间直接崩碎而去，紧接着一道道裂缝迅速布满了那俩庞然大物，最终化为了漫天的灵力碎片消散在天地间。呵呵，果然是年轻人的天下。洛九天看向萧炎，突然笑了起来，承让了前辈。此刻萧炎的身躯也是再度出现，向着洛九天拱了拱手道。天空上，刘北道和古洛山脸上满是震撼之色，他们没想到萧炎竟能接下洛九天的全力一击，真是太可怕了。看着对自己拱手的萧炎，洛九天目光扫了扫四周，说道：所有达到至尊境的席位长老们，前来商议决战血神大营的事吧。话音落下，天地间瞬间响起一连串的破空之声，这些人都是洛神大营中的席位长老，他们也是亲眼见证了刚才的一幕，那种震撼让得他们也是无话可说。此刻刘北道出现在了萧炎身旁，赞许地看着他，回想起在西道城的那一幕，意识到或许那时自己根本无需出手，萧炎就能轻易击败那天庄庄主，看来自己是多此一举了。呵呵，真让我为我那孙子刘天荒感到惭愧。刘北道看着萧炎淡笑道：刘天荒虽天赋不俗，在洛神大域数千方大陆中也算上等，但萧炎已达6品至尊层次，刚才更是挡下了7品至尊的全力一击，远非刘天荒可比。晚辈刚才只是侥幸。萧炎耸了耸肩道，随后目光扫向周围，见到破空而来的人群皆已聚集在了洛九天身前，这些人大约有着20余人，且实力都是至尊层次。哈哈，这位是哪里来的强者，竟有如此恐怖实力？一位4品至尊的壮汉笑着说道：是新加入的吗？看来可以好好和血神族那些家伙干上一场了。而一旁6品至尊的老者望向洛九天询问道：现在大营实力大增，大统领您打算如何行动？听得此话，其他人的目光也是集中在了洛九天身上，期待着他的决策。闻言，洛九天微微一笑，环视着这群战意昂扬的至尊强者们说道：血神大营的确是一大威胁，早日能将其除去，对边境大陆来说无疑是有益无害。洛九天前辈，能否告知血神大营中的顶尖战力情况？萧炎迈步向前，对着洛九天问道。听得询问，后者回应说：血神大营，其位于距此100万里之外的西冥山脉，首领自然就是黄云破，实力已达到7品至尊顶峰。除他之外，还有2名6品至尊，他们一直被古洛山和松老所牵制。洛九天指向刚刚发言的灰衣老者，对着萧炎说明：此外，血神大营中还有25名至尊级强者，包括4名5品至尊、7名4品至尊、6名3品至尊以及8名1、2品至尊。他们总体的实力比我们这边略胜一筹，不过是因为地利关系，我们才能一直与之抗衡罢了。洛神大营中有22名至尊，与对方相比少了6人。随后他看向萧炎问道：怎样？若此次发起决战，
你有信心应对剩余的6位至尊强者吗？此刻，其他至尊强者的目光也集中在了萧炎身上。萧炎刚到这里，对一切都还很陌生，总不能让他直接与对方的黄云破交战。尽管萧炎不一定会败，但面对黄云破之下最强的2位6品至尊，最好还是坚持原计划，让古洛山和松老应对。这场战斗不一定能一次结束，大不了最终大战时让萧炎和洛九天联手，那样击败黄云破的几率都会高上许多。然而在众人等待着萧炎的回答时，他却缓步向洛九天走去。前辈，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